周一下午，拜登在日本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。美国、韩国、日本、印度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印度尼西亚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新加坡、越南、文莱13个国家成为初始成员。美国拜登又要重回印太，并且不仅在政治方面，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方面也想进一步的来推动他的影响力。所以呢，拜登提出了一个我们说的经济方面的那么一个框架，日本方面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和支持。那么这是给拜登一个很大的一个礼包。它的主要内容可能是美国不让出市场，然后呢，但是呢，让其他的国家去支持它，比如说强化一个排华的一个供应链，或者说利用一些所谓的这个劳工标准等等的规则，然后去把中国排除在这个经济框架之外。关于印太经济框架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日曾表示，中国同地区国家一样，乐见有利于加强区域合作的倡议，但反对制造分裂对抗的图谋。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属于哪一类？首先要画出一个大大的问号，看透其背后隐藏的图谋。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再次追问，美国是不是在把经济问题政治化、武器化、意识形态化，用经济手段胁迫地区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？美方欠地区国家一个说法：人为制造经济脱钩、技术封锁、产业断裂，加剧供应链危机，只会给世界带来严重后果。美国也不能例外。美方应当知错改错，而不是一错再错，试图拿一个什么框架来孤立中国，最后只会孤立自己。实际上，亚太区域内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心存疑虑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时，虽然表示新加坡将加入印太经济框架，但他也强调机会和市场都在中国，各国不能不和中国做生意，并且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。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的占比已增加，若不和中国发展贸易，不仅会付出很大代价，还会制造更多摩擦。美国彭博社分析认为，虽然拜登的印太经济框架大部分内容仍模糊不清，但现在可以明确的是，它不会降低进入美国市场的关税。因此，加入此框架的条件很多，但参与者的经济好处却不多。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说，一些国家政府在问我们要加入的是什么东西。报道称，对拜登来说，问题主要在于国内政治。美国政府知道，要抗衡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，美国必须增加与亚洲的接触，但他也不想投入政治资本。因此，美国试图提出一个看起来像是重大贸易协议，同时又不会引发国内民意风险的东西。但最大的风险仍是美国政府的不确定性。拜登所在的民主党极有可能输掉今年的中期选举，拜登本人也很有可能不能连任。届时，以总统行政令存在的印太经济框架将变成废纸一张。此外，周一，美国总统拜登在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他正考虑降低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。他还强调，这些关税是上届政府强加的，目前正在考虑削减中。同时，拜登还计划加大对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石油产量的呼吁。此前，拜登也曾公开表态考虑削减对华关税，并直言应对通胀是国内首要任务。同时，美国财长耶伦等4月下旬曾说，美国正仔细审视对华贸易战略，考虑减少对中国非战略性商品的关税，以降低通胀。但拜登政府内部仍有将关税作为对华遏制战略的工具之一的声音。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就希望暂缓减税，并等待更全面的对华贸易战略出台。在新冠疫情、俄乌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下，美国通胀增速当前已经至近40年来的高位 ，CPI 最高至 8.5%， 严重威胁拜登政府11月中期选举选情。根据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，美国人将高通胀的原因主要归咎于拜登的政策。
据测算，削减对华关税可直接降低 CPI 超过1个百分点。事实上，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都指出，对于急于动用一切可用工具来降低通胀的白宫来说，放松或完全取消关税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。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此前接受采访时也提到一组数据：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已使美国公司损失超过1.7万亿美元，每年还使美国家庭开支增加1300美元。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题为《通胀成美中关税战下台阶》的文章中，多位受访学者一致认为，拜登其实并不热衷于维持对中国的关税战，国内高通胀提供了最好的下台阶，让拜登政府能在不背负对华示弱的骂名下，名正言顺地取消部分加征关税。